尤其是整个大台北，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康熙台北湖，就是台北这个盆地我们原来是个湖，所以我们的这个地下水的水位相对的是高的，我们是很容易产生土壤液化的。台北一个6.2级地震就是4000栋，这个基本上只要打上关键字李鸿源跟地震就会找到，就你从以前就在讲这个数字，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国家地震中心的预估。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艺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佳露。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呢，带给大家新闻事件背后第一线的观察，让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见。欢迎您的加入。好，4月份，整个4月有没有感觉是摇摇晃晃的一个月前几天那个网络上有个梗图就是半杯水，怎么乐观的人看的呢就是半满，悲观人看呢就是半空，但是台湾人看的就是看说现在是不是有在摇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自己是这样，我真的这整个4月我有时候就觉得是在摇吗？是在摇吗？然后就要抬头看一下吊灯从4月3号开始那个规模7.2花莲大地震，到4月23号凌晨有2起规模6以上的余震，真的很厉害，大家心里头都有点怕。那怕又怎么样呢？我们到底还能怎么做呢？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来宾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前内政部长也是台大土木系教授李鸿源部长好。嘉露好，大家好。上一次跟部长见面大概10年前头，我觉得上一次在节目当中聊，然后也是这个相关的题目，好像是反正只有天灾人祸才轮到我上电视。上一次这样讲起来好像就觉得说看到部长也很高兴，然后也不能说太高兴的感觉，最好大家少见面。上一次讲那个防灾型都更我印象很清楚，因为那真的是第一次让我觉得脑洞大开，就是对于防灾型都更有个初步认识跟了解，然后都10年了，10年都还在讲这个题目。那我在想说应该还是有一些环境上的不同，跟大家在讨论面向上面的一些调整，不知道有没有。我首先想要请教部长，就是我最近就因为地震的关系嘛，然后网络上大家很多热烈讨论，我第一次有感觉到说好像关于气候变迁跟地震的联动性，在这一波当中有比较多人去点到了这个点，好像说是因为气候暖化关系，所以海平面上升也增加了这些水的重量，对于整个地壳的承载的能力也会导致地壳它的不稳定度会更高。所以想要先就这个题目想要先请教一下部长，现在在学界真的有这些相关讨论吗？起码我接触到了学界好像还没讨论到这一块气候变迁我们基本上讲的是极端气候，对我们会讲到旱灾，会讲到野火这个是粮食的安全，或是非常夸张的降雨，这做极端气候，对，然后就是传染病，传染病 public health，其实气候变迁真正最可怕的是 virus，就是我们大家都只注意到南北极的冰融了，对，海平面上升，对。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被冰盖住的那些沼气被放出来的，第一个第二个被冰盖住的万古细菌被放出来那这些万古细菌对1万年前的人类是没有影响的，对我们那影响就很大了，我们完全没有抵抗力，我们完全没有抵抗力，所以你今天讲说 COVID 真的是某一个实验室做出来的吗？这个是一个问号，非常可能它跟气候变迁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哇，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连接。大家在谈气候变迁，其实要谈的，它的复杂度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多，所以现在并没有那种强烈的数据或者是研究来去证实说地震，我们自己体感觉得好像变得比较多或变得比较大，然后跟气候有关，现在是没有这样讲。现在不能画等号，现在不能画等号。但是你跟我讲说没有关系，我相信是一定有关系嘛。就像以前大家在讨论三峡水库要不要盖，刚一开始只有担心溃坝，对，万一它垮了怎么办？可是后来发现微气候改变了，整个长江流域微气候改变，因为人类从来没有盖过一个水坝，每天有400亿吨的水压在那儿，它的蒸发会改变的微气候，这是马上知道的。可是后来就想说，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它地壳的这个断层的错动？这个目前还没办法画等号，但是这个是
应该要考虑的。所以我也建议我们应该再多花点钱，尤其是我们就是在一个板块非常活跃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很多的 research， 我们才有办法比较可以量化。对，定性描述我觉得可以这么谈，定量很难讲，还没有办法，很难讲。研究的这个数据还看不出来有这样的连接啦。这是一个，而且这个可能都不是台湾我们自己能做的，你必须要跟日本跟几个邻近国家一起来研究。那就整个4月份这样震起来啊，我们自己民众都觉得说震的也太多了，余震也太多了。从4月3号如果算到4月23号、24号，说余震已经破1000多起。对，这个感觉起来好像也不是很正常的感觉吧。然后不止花莲，因为连西岸这边就是嘉义这边4月13号也有地震，而且嘉义感觉起来也不是会常发生地震吧？你如果花莲、台东，大家觉得好像蛮常发生。嘉义在我印象中呢，100年前应该发生过大地震。其实台湾就是每隔几十年、100年一定会发生一个自灾性的大的地震。你就想嘛，这个921我们都碰到了嘛，1999年嘛，对，然后就是永康地震这个2014年，2014年2月的时候嘛，对，然后就接着就是花莲上一次的那个地震，然后花莲真的是这个运气很不好，就是在这几年之内，花莲发生过2次自灾型的地震，对，所以那我是觉得了哈，这个当然这个是科学研究，多久？这个当然我最近看一些同事在提，这个海沟型地震有没有可能他们在警告，万一发生一个8级地震怎么办？看起来很可怕，我有看到那8级地震的话，那我们就再见了。真的，因为我们尤其是整个大台北，我们这个地方跟台湾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康熙台北湖，就是台北这个盆地，我们原来是个湖，所以我们的这个地下水的水位相对的是高的。我们的土壤的结构跟其他的跟桃园这些台地比起来，我们是比较软的嘛，我们是很容易产生土壤异化的。所以假如说，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嘛，今天我也讲了100遍了，讲的我都觉得自己很无聊台北一个6.2级地震就是4000栋，7.3级地震就是35000栋，这是国家地震中心2013年警告我们内政部这个会发生。这个基本上只要打上关键字李鸿源跟地震就会找到，就你从以前就在讲这个数字，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国家地震中心的预估。可是问题是你身为一个部长，这是你的执掌，你觉得你可以假装没看到吗？我要是一个正常的部长，我就会告诉你，我就假装没看到。为什么？因为发生事情是天灾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我就告诉我还以为说正常的部长就不会假装没看到。正常的部长他一定会假装没看到。为什么？因为地震是天灾，我请问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叫我们营建署1个月之内把土壤液化浅市区给我套叠出来。对，我只给我同事1个月结果1个月套叠出来了。台湾哪3个地方最危险？台北、新北、台南。台北在哪里？我把行政区背给你听。好像万华、士林、北投、大同、中山、万华、板桥、新庄、泰山、五股、泸州。哇，这好多。台南市的东区、永康、仁德。问题是300万人住在这里，你怎么办？对。可是我知道，我拿到这些数字了，然后呢，我也可以假装不知道可是我把这3张土壤液化浅示图给了新北市，给了台北市，给了台南市，然后我们就跟这3个市长讲说。内政部出钱，你们去跟土木技师工会合作，在2014年以前把要倒掉的房有可能的危楼全部给我找出来。然后找出来以后要干什么？找出来以后就说我已经把一个病人照去全身 MRI 都照完了。照完以后你要干嘛？你要开始找专科医生治疗你要开始定出治疗的方案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提
防灾型的都更，对对我是那时候提的。对，那时候我们访问的时候就在聊这个，我就开始提。可是问题是，防灾型的都更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碰都更？都更要拆人家的房子，一定，我告诉你，台湾人很伪善嘛。你今天刚发生地震，大家都讲，对，我们一定要都更。等你真正要操作的时候，我告诉你，1楼反对，顶楼反对，90%支持你的人不会给你拍手，10%反对你的人会把你搞死，然后他声量会特别大，然后会有一群号称很有良心的学生就在那边瞎起哄，就把一个本来是个技术问题，就会变成政治问题，所以所有的政治人物绝对不碰。这主要还是跟利益有关啊，就是也不是因为。老百姓要拿钱出来，或是土地利益啊，都跟这个就是牵扯很大的利益问题。都更是这样，给人家的诟病是暴利，钱都被建商赚走。对，我推的防灾型都更是什么？是政府亲自操作，政府是最大的开发商，赚的钱在我的口袋，我才有办法来支撑这所有的开销嘛，或者是来贴补一些没有能力的家户。那都更需要什么？都更需要地。我打谁的主意？国防部。因为国军裁掉一半的都会区的营舍全空出来了。我看上一块地在哪里，你知道吗？台北医学大学的正对面101旁边国军军事保养厂。哇，9公顷，你知道这个101旁边9公顷卖多少钱吗？对，前几年标出去一坪650万，9公頃有3万坪。哎呦天哪，将近1800亿。好可怕！我去拜访严部长，我说严部长，这块地借我用。我们部长跟我开玩笑，他说不行，你内政部要跟我买。我说我回去把整个部卖掉，我也买不起你这块地。但是我事实上都是在开玩笑的。我说你跟我合作哈，它叫住宅区，它很值钱。你不跟我合作，把它划成军事用地，你1毛钱都没有。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当然他很慷慨，他愿意跟我合作，我就在那边规划了20栋40层楼的豪宅。你知道为什么要盖豪宅？101旁边只适合盖豪宅，盖了。你们对那附近熟不熟？那附近就是吴兴街那一批50几年的老公寓。我再把那些人，那这信义区就是房价最低的那一区。因为我初中在那附近念的，所以民国57年到现在没改变。所以我把他们换进来。当然，我再把它拆掉，再把吴兴街那边拆掉，再盖更耐震低密度的建筑物，再把邻近的社区换进来。是台北5个这样的建案，就跟那个 puzzle 一样，事实上5年、20年之内，我老旧建筑物全部淘汰掉，都市变漂亮，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把那附近的房地产全部都摸得清清楚楚，有电梯的、没有电梯的、中古的豪宅，所有的钱那个全部摸得清清楚楚。好，我盖出来的房子1/10社会住宅，它就在里面，不用再特别盖社会住宅。我用房子跟国防部换土地，这叫合建。所以我也没有花钱，有第一批的营造经费我出。我们营建署有400亿住宅基金，我付得起。还有呢，我把这件事情都做完了，给你猜。我在101旁边的豪宅1坪卖多少钱？什么时候卖的？2014年了。2014年。预估。我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我在101旁边的豪宅1坪卖150吧，86万。我86万乘以2的估价，我86万打平。隔壁卖200万，对嘛？请问你，政府手上有5个这么大的建案，请问你房价是我说了算还是建商说了算？这就不是市场，房价是我说了算。最高明的打房，台湾20年公共建设做不完，最大的振兴经济方案，一次解决掉所有的问题，而且还防灾呢。而且防灾，假如我们那时候开始做，你今天花莲地震还需要我跟你讲防灾型都更吗？我这个计划做完了，行政院卡了我6个月，不让我到院会做报告，因为行政院不同意，我动不了。对，因为国防部、财政部好多部都要跟我配合，对，就行政院就卡了我6个月。我就跟院长讲，我说我们2个人对这么一件重大的政策有这么大的旗舰，身为政务官我辞职，我说我不干了。我们院长很坦白说你不干哈，好
就是我不干的就让我去报告，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的是我在行政院做的最后一次报告。报告完3天以后我就回台大了。行政院的决议是从此不准再提防灾型都更。为什么？以免引起民众恐慌。民众恐慌。好，这我看那是哪一年？2014年2月，那是2014年2月。现在几年了？10年过去了。对。有人在提防灾型都更吗？永康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我蛮难过的，因为这些事情早就预见了。永康原来你就套图的时候就看到了。早就预见了。永康地震完讲一次防灾型都更，然后大家就忘了。花莲上一次地震又讲一次防灾型都更，过不久又忘了。现在花莲又震了，又讲防灾型都更。其实我今年这个过去很多的记者只要地震都来采访我，我就跟他讲说，我授权你把我上次讲的话把时间地点换掉，我讲的话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我再告诉你了，再过1个月根本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了，不会有人干。为什么？我可以理解民选首长不干，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防灾型都更搞下去5年，至少6年，可是他的任期只有4年，第3年要选举，前2年要拆人家的房子，这个跟他的政治利益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我可以理解市长不干。我请问你，士林、北投、大同、中山、万华、板桥、新庄、泰山、五股、泸州，你们这些市议员为什么不站出来讲话呢？市长不做。要是我们今天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包括媒体，包括这些 NGO， 我们觉得民众的生命财产很重要，我们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让市长说我必须要怎么做。其实市长想做，但是他会有点 hesitate， 因为他的 supporting 不够。那假如我们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然后再碰到有个市长说他愿意做，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缺少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会建议假如是一个真的大有为的市长，或是说今天在双北来做，难度会比较大，因为双北动辄一坪土地太贵了，都是用数百万而且现在价钱比10年前又高很多。好，台南呢，操作难度相对没那么大，又是上次永康的灾区，要不要大家集中力量，做一件成功的案例给大家看懂？我还呼吁就说我可以义务当你的顾问，我的名字3个字都可以不用出现。现在有没有一些民间团体有在 focus 这件事情？也没有民间团体在意这个，因为这个都是政府行为了，就是民间团体很难 push 到，因为而且呢，这个又有点麻烦的是，政策在中央，可是执行会在地方政府。今天有能力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我告诉你。台北市是少数有能力的，因为台北市的公务员的编制是比其他直辖市还要来得多，所以台北市有条件。所以蒋市长我有听了听说他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他的施政的重点。我会觉得这样子，既然要让大家觉得你有决心做什么，就是把我当年没做的事情继续拿出来完成，开始跟结构技师工会合作，开始去做全面的普查嘛。就是说我以前我在外面演讲都秀了一张防灾型都更，我就秀了一张照片啊。很抱歉，不是在诅咒南机场，那张照片就是南机场。就没有想到这一次南机场真的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灾害。好。那现在政府也很为难了，我给你贴了红单，贴了黄单，你觉得住在里面的人会感谢你吗？不会，因为你一贴下去，他的房价马上掉下来，这个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我觉得就民众来说，心里头犹豫或紧张、担心也有，因为新闻数字也说呢，其实在地震之后，就有不少人就想说，那不然我先用修的，最起码我先补强，然后呢，结构技师工会说自费勘察的申请案多了10倍，就是民众还是有感的。民众当然你会怕，你说那边你会怕，可是问题是得处理啊。问题是你要补强到什么程度？它才叫做安全。会住在这里面的人，一般他都相对经济是比较弱势的，他根本没有能力。所以这时候政府要干什么？我必须承认，政治难度很大，也很复杂。我们要不要
花个半年，我们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然后大家专业的来面对，大家专业的来面对。但是对这一些经济相对弱势的人，一定要做什么？先让他有地方住吧，先让他有地方去住，再来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要操作起来，我们宁可花半年把很多的事情都理清楚，让这些人了解说，放心，政府会照顾你，你有地方住，你可以住个3-5年，等我们这地方到一个程度，我们再来。那市政府有没有空间？当然有啊，闲置校舍合并，有多少闲置的这个营舍？你今天中央政府不进来是不可能的，还有财政部也要进来，为什么？其实那些灾民现在我告诉你，很多人的房贷还在付。对啊，新闻当中有才买1年的，很多人的房贷还在付呢。对，他商店已经没办法做生意了，他可能小孩的学费，他连基本生活都要出问题，他的谋生能力没有了。财政部要 step in， 就告诉他们说，没关系，你的利息政府认了，利息政府认了。然后呢，这个我们那时候在还要协调到什么程度呢？你原来你的房子值1000万，我都更完以后，你搬到新的地方去是1500万，中间这500万你绝对借不到钱，银行也不会借给你，政府帮你协调。政府担保，政府协调，我帮你做财务规划，所以这里面的操作要非常细腻。荷兰人，我在2005年跟他们一起操作荷兰气候变迁的纲要计划，叫做 Climate Proofing the Netherlands。他们要把，因为荷兰在海平面底下5公尺，海平面上升1公尺，他们国家就再见了。他们要把郁金香全部未来都会被淹掉，他们要开始把郁金香往内陆移，还地于河，还地于海，找替代水源，整个国家翻一翻。你知道人家怎么办吗？操这件事情太大了。他们全国花了2年，谈了4000个小时，从女王到专家，到所有的这些 stakeholder， 譬如说到了农民，所有的升斗小民，全国花了2年，谈了4000个小时。谈完以后，他们说好了，决定干了。谈什么？什么叫气候变迁？我们会有多少风险？请问你我的风险跟张忠谋的风险会一样吗？那以谁的风险为主？是我们有没有气候的我们有没有技术的极限？是我们要花多少钱干这件事情？然后呢 ，Who should take action？ 2年4000个小时谈完以后，开始往前走。我告诉你，我去年再去荷兰，再看到我们当初谈的那还地于河，还地于海，非常感动，人家全做完了。他真有做完了，花的钱不到我们前瞻基础建设的一半。那他们从讨论到实际上做完，大概花2005年到去年，你看才几年，8年10年都不到的时间呢。就是这10几年，人家做完了。那看到他们，你观察他们政治内部有一些对立的气氛，在讨论这么重要的题目，还是他们真的就可以全民同心这样子，不分？全民一定不会同心嘛。对，因为这个事情在民主国家就是很困难，因为大家的利益都不一样啊。可是人家认为这件事情不做，我们国家就完蛋了。所以人家谈了2年呢。这个如果拿来放在台湾能够，我们要不要花2年？我们要不要花半年把防灾型都更好了？今天好，譬如说对不起，不是诅咒南机场，我们跟南机场这些住户，我知道他里长很厉害，叫方和生，非常棒的里长，市政府李四川很厉害，那我们也有很多都更的专家，有结构专家，我们所有人大家坐下来好好分析，谈半年，想出一个方法，然后开始往前走，然后就做一个。但如果就地震这个题目，现在防灾型都更其实也是2手一摊，民众或许可以怎么样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在这方面有意愿，希望可以看到民众到市长信箱去投书嘛，民众immediately 就是告诉你的市议员，这是我们的 priority，你要在议会给我盯紧这件事情。那假如我刚刚讲了那些区的议员，所有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怎么样，大家都把这件事情当作优先顺序。对，你觉得
你就事实上我们就找了一个台阶给市长，愿意下来说好，我们一起冒着政治生命的危机，我们就是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完。其实部长，我觉得你已经点了一个可能我们可以思考，而且有成功可能性的开头，就是南机场啊。刚刚讲的那个里长，他里其实也长很厉害，认真，而且民众也真的觉得住了不安心。对对，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既然今天如果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好了，我们就把范围缩小啊，力气都集中，因为沟通也很花力气嘛，沟通的力气集中在这边。对，然后当地的议员，对，就是我是觉得了哈，假如他们都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来，英文叫 facilitate dialogue，我可以来协助大家对话。对话其实很难的，你要把1000个不同的意见，我告诉你，对，我操作过2个公民参与，我在台北县时代，我用公民参与把新庄一条2.3公里的臭水沟让它变成一条干净的运河。4年一个抗争都没有，我拆掉10座桥，2年交通黑暗期，一个抗争都没有。我个人就花了100个小时去对话，跟民众面对面沟通。所以刚刚您在讲荷兰那个案子啊，我就觉得在台湾匪夷所思的就是他们可以对话，他们可以这么长时间然后聚焦，然后大家都愿意一起这样。我操作了2个案子都非常成功，一个在新北市，一个在台中东海大学的东大系。一开始1000个不同的声音，我第一天去新庄，我告诉他们，你住在这里，我不住在这里，是你最好比我多关心一点。是这个计划是你们新庄的计划，不是我台北县的计划，要做不做，怎么做，你说了算。那个计划决策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所以对话不是我们中华文化，但是你在欧洲，这个已经是实行重大政策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就真的不要把范围扩得很大，感觉起来难度很高，就是真的南机场，对不对？先做一个成功的起来，先对话一个成功的起来，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起来，这样子没那么难了。有机会的话，好不好？请大家来 Q 部长。哦，今天跟部长聊，真的又是一个大开眼界的一集。因为原来题目缩限就是在地震，越聊就觉得它其实真的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议题。地震前1个礼拜，某一个电视台来采访我，谈什么知道吗？古关到梨山的路到底要不要修回来？好，我可以修一张照片给你们看。超脆弱的这个那条路呢？修了断，断了修，修了断，断了修，4次。结果呢，他们来问我，交通部要在那个地方花200亿。古关到梨山的路，我那时候就给他们几个字：人必不能胜天。好，结果一个礼拜以后，花莲发生地震，我相信那个议题就没有办法再讨论了，没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可是大家看到石头滚下来，大家没有看到，其实大部分的沙石都还没下来。所以呢，很遗憾的哈，花莲的命运，台风豪雨土石流多久？20年。中横1999年921到现在，中横山上的那个地质稳定了吗？并没有。你再去9份23看看，那个东西就是20年。可是你在20年之内啊，人跟大自然要如何相处？第一个啊，第二个，花莲人要不要有一条可以回家的路？当然，天经地义。可是今天不管你叫苏花地、苏花改、苏花 whatever， 因为民国100年我是工程会主委，这个工程我从花莲一路踏勘到苏澳，所以整个路我都走过了。事实上，我对这个工程有很多专业的建议，对，专业的建议。好，那今天大家一定要通吗？我说，既然你们都认为人定胜天，土木工程4个字我都不提。你花天文数字的钱，你花天文数字的这个预算，这条路有可能会保持畅通，我只有提醒防灾。我只有提醒，那防灾怎么办？就会很遗憾，它就真的来一个这样的地震啊。那花莲人要回家的路，轨道嘛，其实今天看起来轨道是相对安全的，虽然也是有时候有一些灾损，但是相对安全。对。好，那花莲人他们最大的诟病是什么？所有的到花莲的火车票都被这个旅行团包走了。好，所以
这个交通部就要开始分流。对对对，这个旅行团走什么？走福尔摩沙路线，蓝色公路嘛，从苏澳坐到花莲。坐船啊？坐船2个多小时，我跟你讲，漂亮到不行。所以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就发展出一条蓝色旅游。我做过2次，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知道吗？从基隆都行。从基隆、苏澳到花莲，到绿岛，到兰屿，到垦丁。就刚好走那条叫做福尔摩沙路线。在船上可以待2天，你不觉得很漂亮吗？待2天哦，然后这是沿着你刚才这样讲的，甚至你可以在太平洋转一圈，你要跟琉球宫古岛合作，它就是一个 cruise 嘛。对对对，就是邮轮行程。台湾一堆人跑到哪地方去坐邮轮，我们自己这么漂亮的东海岸，你不去 promote。所以今天就告诉你，苏花公路短期间是不可能修回来了。可是你花莲的观光业你要振兴，对，你就应该走轮船嘛。那你走轮船，我告诉你，政府1毛钱都不要花。为什么？轮船是轮船公司在投资的。你只要把政策弄清楚，人家就会投资。事实上，那条航线我做过1次。我到2个礼拜前还碰到那个船东，我说有探钱不？他说都没有人要做。所以意思是说，因为其实一般民众不知道，没有在推广，没有在推广。对。然后大家一直讲福尔摩沙，我请问你谁看过福尔摩沙？那条路真的漂亮到不行。我请问你，苏哈还有人敢去吗？你这次看到那个路真的蛮吓人。我们只能讲说不幸中的大幸。万一地震是在1天以后，长假期的第1天。对，因为隔天你能想象有多少车要埋在那儿吗？真的。那我请问你，我也就有可能，因为我原来是那个连假要走那条路，要到台东。那一埋下去，那就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我请问你，谁还会冒着生命去干这件事情？所以要让花莲的观光业再回来，就只有蓝色公路，只有蓝色旅游嘛。所以趁机分流货物跟一般的民众走轨道，观光客是走海上，然后呢，苏花在地质安全的地方可以做适度的修复。大概目前我认为在20年之内，大概只能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跟部长聊，真的就是聊出了好多新的题目。OK， 之后都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跟您请教。我就想要说，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从小教育起耶。那再扣回您刚刚讲的，包含民意、民众怎么去理解这些题目，那也都是跟我们得到什么讯息，我们从小怎么养成我们思考的方式也是有关系的。是啊，对不对哈？对，所以地震发生的当下，那一个 moment 我在哪里，你知道吗？泰山国小，我的母校，我就刚走进操场就开始摇了，而且我们现在台湾的所有的学校都有一个地震的这个 sensor， 对，所以它就是警铃大作。然后你就看孩子们、老师、小朋友、志工家长、校长有条不紊的，对，就到也没有哭，也没闹，也没吵，就很有秩序的戴着头套，然后就蹲在操场。其实我很感动。其实现在反而真的回头看，孩子做的比大人做的还扎实。我非常感动，因为那些都是我们当年我们那些同事推出来的。那你就想教育学校，我们中小学都可以做到这么好。那为什么一离开中小学以后，那我们就这样子荒腔走板呢？我跟你讲，到了今天还没有几人搞清楚地震你到底该怎么办。很多防灾包啦，讨论一大堆，谁家里真的有？谁家里有？就说有，我们家已经正在准备中。1楼你要跑出去还是不跑出去？1楼，2、3楼你就 forget it。对。2楼以上你就只能待在家里。问题是待在家里你怎么办？对，说这里面其实很多的我们认为不重要的 minor detail， 到了发生灾害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等你知道的时候 ，it's too late。对，所以我在推的另外一个东西叫防灾士，就是防灾技师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日本好几个行业，你没有这张执照你是不能做的。第一个保全，7-Eleven 的店长，计程车司机，bus driver。我请问你发生灾害的时候，谁能第一个会救你？第一个，你们大楼的保全，对 7-Eleven 的店长，你在计程车上，谁能救你？只有司机能救你。这东西叫防灾士。所以我那时候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就想，
光靠政府的力量要等到哪一年去？我如何在最短的时间，没有花多少经费，我可以在全台湾撒出几万个点，就是防灾士。所以我要到日本去拜访他们的组织，把整套课程全部都我们让它本土化了。现在我离开政府了，我们一个防灾学会，是我们学会今天在办课程，在办训练，是可以推的。他们日本的防地震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7-Eleven 就是说这个便利商店，当一发生重大震灾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走进去，你就可以拿到你需要的水跟面包。它就是一个据点，小据点。对，因为他跟政府签了一个开口合约。发生灾难，你就可以到那边去领。为什么？第一个，我请你发生灾难，谁有办法把这些东西交到灾民的手上？所以他们人家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然后我们台湾号称防灾公园，我告诉你，我们台湾根本没有防灾公园。防灾公园是什么概念吗？防灾公园是在最短的时间会跑出100套厕所，会跑出足够的这个帐篷，这个有直升机可以停的地方，有这个卡车可以进来的地方，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让灾民在这边安置，3-5天，然后他再移走。对，我请问你，那我们发生灾害把你放在大安森林公园，对，我们大概就是真的是家里附近的公园，你就坐在那儿。对，我们对防灾的概念其实是非常肤浅的。为什么？我们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单位叫防灾总署。假如有这个单位，他就会提醒每个部会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应变。可是你没有，没有的结果就是今天大家看到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希望今天呢听了这一集之后呢，也推播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听一听。当越来越多一般的老百姓知道这些事情，就会带给政府压力了。大家一定要有概念，然后对这事情要有想法要不然你真的有些事情是必须政府才能做的，我们一般老百姓也做不了。可是我们能把我们的需要、我们诉求告诉政府，讲得清清楚楚。因为防灾很遗憾的都是政府行为了，其实一般老百姓能做的很有限。好，今天再次感谢部长了。今天跟您谈这简直时间是太不够了，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您来。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欢迎订阅，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5星评价。如果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都可以点许愿池连结留言给我们。同时也邀请大家追踪 T Radio 脸书粉专，在这里除了有新闻幕后之外，也有其他的好内容推荐给大家。感谢您的时间，我们就下周4再见。感谢部长，好，谢谢。